行了。哎，你别动，小心伤口裂开。在我昏迷的时候，一直都是你照顾我。你身份特殊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换了旁人，我也不放心。你照顾我多久了？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先喝药吧。手被你压麻了，动不了，要不你喂我？其实，我不是想有意欺瞒你，只是我身体变化太多了，我自己也一时难以接受。既然现在你知道了，那你想怎么处置，我都忍。我年幼的时候被父亲收养，随他习武。有一日，主母被猎犬所困，我为了救她，杀了恶犬。谁知道从那以后，主母对我越来越疏远，还劝父亲把我送走，说我怪力惊人，并非常人。但父亲跟我说，有时候身负异能并不是坏事，只要心中有正道，就算身处黑暗，也能踏破地狱。你救了我，救了长风君，救了陆城。有时候善恶不在他人口中，而在你的本心。你的血对我力量的滋养，的确无可估量，但是能获得这么可怕的力量，想来也是有代价的。你近来身子总是会虚弱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和我有关系。毫无根据的事，不要乱猜。那你答应我，以后无论什么情况，都不能为了我自伤。我答应你。既然你醒了，那我先回去处理军中的事情，回来再来看你。等等，既然已经表明身份了，那我也不瞒着你了。其实玄一课除了天赋神力之外，伤口也可以自愈。你不信的话，可以拆开纱布看一看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算算总账吧。你多次言语轻薄于我，该当何罪？我那是为了救你，也是为了自救。但要说情不自禁的话，也是有的。那方才呢？明明伤都已经好了，还让本将军为你喝药。自打我到府中，显见你这么温柔，所以就得寸进尺了些。本来还想多享受几日，但实在不忍见你为我日夜操劳。那天你穿舞姬那套衣服，还挺好看。什么时候能穿给我看看？还敢胡说！说，到底怎么样？这种头晕目眩的症状多久了？有一段时间了，之前一直没放在心上。你这是忧思积郁，加上气血两亏，再这么下去的话会出大问题的，必须要好好调养一番。哪有那么严重了？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你总是这样，手下将士有个头疼脑热，你比谁都着急，轮到自己就百般推脱。这一次是昏睡了一天，有惊无险，那下次呢？禀将军，京中传信。都什么时候了，看什么信啊？不许看，休息。京中来函，必有要事，你不要胡闹。不许看。给我陆星，不要闹。快点。父亲来信说，陛下赦免了离家之罪啊！父亲官复原职了，太好了！翠云，你去趟长风军，把这个消息告诉秦岚、罗腾他们。刚才回来路上，听说季冉被下了大狱，你在这徘徊，是因为这事儿？我的确是来找双儿求情，可我想来想去，实在是开不了口。既然你安然无恙，能不能求你帮个忙，跟双儿说一下，把人放了？你若心中有气，你打我，打我一顿，消气可好？陆姑娘，你这么做了，季冉未必会领情。你这么对一个永远对你冷心冷眼的人，值得吗？这种事哪有值得不值得的？喜欢一个人，就是想要为他不顾一切，急他之所急，想他之所想，哪怕只要能见他笑一笑，我就很开心。况且他也救过我的命，如果我能为他做点什么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事儿季冉本身固然有错，但究其根本，他也是为了将军的安全考虑。就像你说的，既然我安然无恙，再追究下去，反而显得小气。这么说你答应了？嗯。不过我还得谢谢他呢，让我获得了更重要的东西。
在等人？在等人。你还笑得出来啊？擅闯城楼，要挟朝廷命官，不要命了？那天我在军营里多嘴献策，途中呢出了点意外，没能回将军府。我本以为你会怀疑我，如此看来，你好像更担心我的安危。我很高兴。高兴，也得先活着才行。你被既然打落山崖，居然丝毫没有受伤。许是我命大，挂在了悬崖边的树上。啊，你不信啊？你不信，我更印给你看，反正你也看过了。罢了，平安回来就好。既然我平安无事，那就别追究了，放了既然。长风君治军严明，他擅作主张，本就该罚。可我身份本来就可疑，对他来说更是如此。要是因为这件事情辜负了他的一片忠心，好像不太值。每次我遇险，你都会出现，救我于水火，又何来不知啊？将军，大敌当前，我本不该此时将你看押，只是你跟随我多年，此番冲动行事，你可知错？知错。属下错在未得命令之前，擅自对其行事，使其险些丧命。但是，将军，大魏司真。建安的身份未查清之前，他始终没有清白。我知错，但我不后悔。属下告退。我至今都不明白，在这乱世之道，能完完全全相信一个人，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？参见大人。南关战事失利，还有鹿城之战，你也败了。臣愿将功折罪。折罪，不过是贱命一条罢了。恕臣无知，燕代臣一向钟情于太后，还请大人明示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我这次来，就是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。玄一客见到过了，是否觉得他似曾相识啊？他确实是像一位故人，可是韩南王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怎么能？好消息啊，将军！今日黎明时分，姚军主将被人杀了，还在战场中央那儿立了一面旗子。现在姚军营中人心惶惶。何人杀的？
目前还不清楚。报！将军，不知何人在衙署门口放下这个盒子，还有一封信。打开。这难道是那个悬疑客干的？报！秦参军飞鸽传信。姚军突袭了宁兰，宁兰都丢了，不打怎么办？先等着，你说怎么打？你是怕了吗？实力。那个赵景元脑袋还在外面挂着呢，还滴血呢。谁带姚军打的宁兰呐？啊！行了，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宁兰是连接永城和鹿城最重要的交通枢纽，秦参军带回的一切都要从那里经过，兵马、援军、粮草。现在宁兰丢了，秦参军才是进退两难。还有，我现在就怕我们所有的部署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。我军的粮草现在只能支撑3天，如果夺不回宁兰，只能坐以待毙，恐怕鹿城也会丢。说的轻巧，姚军派兵2万攻陷宁兰，我军就倾巢而出，也才将够这个数。你要怎么打？何况现在我军守住鹿城已属不易，若再分兵，就算得到援军，鹿城早就丢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啊？一屁股坐在这等死啊？等死比送死强。嘿，我告诉你，长风军只能战死，不能在这等死。就是，走了。给我追！你怎么样？我好累，我好像走不动了。他们快追上来了，你先走。你不是说你我性命本是一体，我怎么能自己走呢？可是他们快追上来了。小心呐！你闻我香不香？不行不香。将军，我吃太饱了，我闻着就想吐，我先出去消消食。不至于吧？他怎么走了？兴许找吃的去了。
快尝一口。好香。好吃。你干嘛不吃啊？你吃，吃。好吃。再吃一个。你吃。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。蝙蝠公子之传。我来。早就想送给你了，但一直没有时间。反正要在这儿多住几天，看看书也能打发时间。这个怎么跟我平时看的不一样？这上面这画都细致很多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原本蝙蝠公子的结局太悲惨了，于是我就自己写了一本。虽说故事不如原版跌宕起伏，但好歹人人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你看了，也不至于那么难过。我跟你说，这世间万事，它岂能事事如意？已经注定的事情，就不要强求。但我相信，事在人为，只要有心，就一定能改变结局。啊！谢谢你啊。可我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不是为了蝙蝠公子，我要谢谢你的事情呢，很多，就是没有你，这流程都很健全，你真的有坚持。只是有一事，悬一刻的事情，怕是瞒不住了。不过你不要怕，我现在就出是上铐，但是并没有透露你的真实身份。我知道。树大招风嘛，你在保全我。只是这样，你的军功俸禄就全没了，这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。如此说来，我还真的是很吃亏啊。但是没关系，包在我身上，你就去想，除了加官进爵，其他的我全都给你。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一直留在你身边。跟你说，已经实现的事情呢，这算不上是心愿。你再想一个。如果一定要许愿，我希望沙场上战无不胜的你，下了沙场之后，能像个寻常女子一样，会怕，会饿，会
会冷，需要他人来温暖你，需要他人的保护。将军，双儿，双儿，你叫我喝酒吗？喝酒，走，喝酒去，走，喝酒去，走。